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前端开发的大模型应用的一些思考。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夏新，然后从目前来说呢，就是智能化 IDE 呢，其实出现的越来越多。你比如说开源的阵营里面呢有 OpenCode，然后闭源的阵营里面有Cursor、Cloud Code 等等。也总的来说呢，大的趋势是 AI 其实正在深度的重构那个编码的工作流，而且围绕这个深度重构的编码工作流的时候呢，我们的工具生态呢持续繁荣。然后呢，这里就有国内外的智能化 ID 呢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差距。你比如说，国外已经初步验证了这个商业价值。举例来说，Cursor 和 Cloud Code 都已经突破了年收入10亿美金的大关。而且今天早上如果看新闻的话，好像可以看到马斯克准备花500亿美金来收购 Cursor 这么一个公司。而在我国国内呢，其实 ID 智能化的这些 ID 呢，特别全单开发 ID 呢，正处在高增长的一个周期。比如说，我们2025年上半年呢，只有30%的开发人员使用 AI 工具，但是低于美国的91%。也就是说，接下来的3年呢，其实是我们国产 AI 的 IDE 厂商的一个黄金抢滩期。我们预计到2028年呢，整个 IDE 的那个资源那个 size 可以到330亿人民币左右的规模。然后呢，总的来说，工业界的趋势呢，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演化。举例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是去年的时候提出那个 Vibe Coding， 也就是氛围编程，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一种氛围的一种模式，靠着自然语言聊天来写代码。虽然有幻觉风险呢，其实也降低了那个编程的一个门槛。到现在到了下半年，到现在之后呢，我们提出呢 Spec Coding， 也就是规约 Coding， 也就是说人类先通过以 AI 达成架构和逻辑的一个共识，然后呢再基于这个规约呢，然后执行相关的一些代码生成代码，从而导致我们的 AI 编程呢逐渐从一个玄学拉回到一个工程学，保证了代码和架构的可维护性和严谨性。然后第二个趋势呢，就随着我们智能体的不断的那个发展，其实我们智能体出现了智能体的军团、智能体的长时运行。也就是说，我们当现在做 AI coding 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多智能体来协作编程。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智能体来长时间的运行，比如运行几十个小时来理解我们整个系统。并且呢，现在智能体越来越强大了，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工具调用，也以及生成各种动态的代码来执行工具的一些调用，大幅度减低了那个 token 的消耗。这里呢就有个观点说，未来 IDE 可能会消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IDE 是以代码为中心的一个实现生产软件的一种方式。那未来有可能就是以需求或者以人和大模型交互这种方式来生产我们或者构建我们整个系统。第三个趋势就是跟我们前端高度相关。我注意到，就是最开始那个大模型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前端开发更多的是一个模板的一个拼凑。那到了现在呢，人可以跟大模型的持续的一个交互，更主要的像一个智能交互的一个设计师来共同协作完成我们的所需要的那个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 UI 的界面。这是我们从一个工具上截图截下来，可以发现就很好的根据我们的需求，可以把我们的那个功能给实现到。第四个呢，其实我们那个人人都是开发者呢，也逐渐成为了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到了现在有 AI coding 之后呢，我们很多组织，比如说销售、运营、法务这些本来不具备那个开发能力的一些部门呢，可以通过大模型、通过 AI coding 来实现准开发的一些能力，并且呢，我们也可以把 COBOL 转 Java 这些古老的编程语言自动化做现代化的一个改造成 Java 等语言，打破了技术债的一个枷锁。也就是说，未来企业的发展呢，我们的创新可能不仅仅只依赖于 IT 部门，我们每个业务部门的每个业务专家都有可能借助 AI 成为一个开发者。最后呢，这是 Anthropic 去年提出的一个8大的一个趋势，它主要强调了其实未来 AI coding 是从工具的升级到一个范式的一个转移，主要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软件生命周期的一个改变，智能体演化成一个相关的军团，长时运行的智能体和人机协作的那个重构。然后对于我们学术界呢，其实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一些趋势，这是通过我们研读最新几年的 EXFSC、ASC 论文我们得出来的。我们发现学术界更关注怎么构建更科学的基准测试，怎么研究多智能体协同的一个理论，怎么研究代码执行的那个驱动的自我演化，怎么做人机协作，特别是解决那个生产效率悖论这些问题，还有怎么构建领域知识，做领域知识建模，以及怎么做绿色和可持续的 AI 编程等等。如果大家去阅读相关论文，就发现这个方向这6个点的论文非常多。
当然，这个是前面是说的是个趋势，但是我们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那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我们发现这里有个生产力的那个幻觉，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认为呢，我们用了 AI coding 好像是提升了研发效能，好像大家都很开心。但是有很多的研究要表现，其实你虽然认为你提升了研发效能，实际上你是降低了你的研发效能，这里是降低了19%。也就是说，有些研究就发现我的技术债务用了 AI coding 之后提升了4倍，然后我的清理成本提升了5到10倍，而且安全漏洞的风险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用 AI coding 深入解决我们自己领域里面的那些系统，特别是复杂系统，因为复杂系统往往具有长尾的一些效率，它领域知识呢其实并不存在一些通用知识之中。由于这些领域知识的缺失，导致我们的训练数据有限，知识孤岛效应，还有上下文理解不足，还有知识动态演化呢，最终呢其实导致它无法解决复杂系统的一个生成和维护，特别是针对复杂前端的一些生成等挑战比较大。第三个，其实 AI coding 呢，它其实更多擅长就片段式的一个任务，但是如果你从系统级或者系统思维的角度呢，它的效果是比较差的，特别是对架构的全局观、隐性需求的一些挖掘、非功能性需求的一些理解，以及动态推理的这些局限呢，其实都存在着很多挑战。也就是说，怎么让 AI 能够理解我们整个系统到底在干什么，其实当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此外的话，就是我们的质量和安全的那个困局，其实也是越来越严重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能够生成代码，但是呢，如果生成一个真正可以用的一个系统，或者是解决最后1公里的问题呢，其实挑战很大，特别是对于安全性的方面，特别在那个金融和医疗等这种强监管的一些领域呢，其实很多模型生成的代码并不能满足合规的一些要求。这里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挑战。还有第5个挑战呢，就是我们的虽然说我们现在智能体可以有很长的上下文，但是如果你把上下文的窗口扩大到100万级，因为我们很多的大型系统可能就是100万级的这么一个代码量，AI 其实很难理解这个项目到底在干什么。这里有研究表明，比如说你让一个智能体持续理解32小时以上的那个复杂项目，它的那个崩溃概率是人类的崩溃概率的非常高，而且人类的胜率仍然是 AI 的2倍以上。而且，如果一个系统呢，比如说你是用多种语言，比如说又有 Python， 又有 TypeScript， 又有 Java， 其实这种情况，其实 AI 不能很好理解这个系统到底在干什么。还有对于我们前端来说呢，就是我们特别针对我们复杂的一些全端的一些任务呢，其实这个效果就开始变差了。就总的来说呢，其实 AI 倾向于生成就单文件或扫模块的一个结构的这么一个前端。但是如果一旦前端，特别是对一些金融系统的话，我这个前端其实要各种里面富含的业务逻辑很复杂，所以最后导致呢，它其实效果就会比较差。并且这种生成的前端，它的性能其实也是比较差，包括我的那个特别在舆论端会存在卡顿。然后手屏加载慢、带宽程度高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的研究都已经发现了有这些挑战。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对于我们实验室呢，其实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从头造 UI 不如我迁移 UI。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背景，比如说我们当前开发一个 App， 我们有安卓版本，我们有 iOS 版本，我们鸿蒙里面有鸿蒙版本，就是我们希望说我的安卓里面，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UI， 怎么自动迁移到 iOS， 怎么自动迁移到鸿蒙，这么是我们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背景。那做这个事情呢？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需要自动化迁移呢？主要是人工迁移的 UI 其实代价是很高，易出错。就是如果说我开发一个 App 要开发3个版本，其实对每个厂商其实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想自动化来做这事情，而且如果说我们通过机器视觉的方法给一张图来生成 UI， 其实这个方案其实并不稳定。所以我们是想通过代码分析的方法来做。所以围绕这个呢，我们首先就是将 UI 进行那个解析，比如说针对安卓的 UI 进行解析，把 UI 的那种布局和迁移都拿出来。由于时间有限，我就不展开讲了。就是然后再做 UI 的语义的那个翻译，最终呢，我们再用 UI 的那个根据我们的语义翻译来生成我们各种各样迁移后的那个模型。然后呢，我们的实验结果是在31个开源软件上面，就发现效果还不错。比如说，我们的 UI 迁移之后的相似度有80%左右，然后我们的那个准确率有90%以上，而且最主要的是呢，我们是降低了90%以上的那个人工的一个工作量。然后基于这个呢，其实我们就进一步的在做怎么把大模型迁移过来。这里面的思路也是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安卓的 UI 之后呢，我们解析出那个 UI 的那个组件数，然后我们组件数里面有根、有叶子和节点，然后我们对每一块我们做相关的那个迁移，最终把它用大模型来迁移，最终把它迁移成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比如说那个从安卓迁移到鸿蒙和 iOS 的这些 UI， 这是我们整个方案也基本上已经把它给实施出来了。这是我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